乌克兰希望中国在俄乌之间斡旋，陆克文却称不要指望中国调停乌克兰战争。他发现了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俄乌战争已经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美国与西方国家都在制裁俄罗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还有非洲、中东、东南亚和拉美国家都表示选择中立。中国现在所持的态度很明显，就是规劝俄乌双方直接谈判，甚至期望欧洲、北约、美国和俄罗斯直接进行会谈，最终呢能够达成一个解决欧洲安全危机的新机制。中国想保持超然地位，但是由于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关系，与乌克兰的关系呢也很不错，再加上自身拥有强大的实力，仍然被看成是解决俄乌冲突的关键力量。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就表示，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解决俄乌冲突的正资产。而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希望看到中国在解决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伊尔马克3月22日表示，乌克兰非常尊重中国，希望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那么中国为什么不直接参与斡旋俄乌冲突呢？我们看看被称为中国通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他是怎么说的。陆克文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不要指望中国调停乌克兰战争的文章，他提出了几条充分的理由。陆克文表示，从动机上看，虽然乌克兰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经济和外交上的风险，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会改变对俄罗斯战略，或寻求调解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中国目前不大可能发挥调停作用的原因有这么几条：第一，中国和俄罗斯在今年的2月4日签署了中俄战略协作框架，仍然完全有效。该框架预示着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战略合作将不受限制。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在俄乌冲突中，中国可以不支持俄罗斯，但是必须对俄罗斯的决策给予足够的理解。第二，尽管北京方面担心欧洲对中国保持中立的负面看法，但北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住任何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中国有实力保持中立，也有信心应对因为俄乌冲突带给中国的经济伤害。第三，在没有北约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中方可能预期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终究还是能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这是中国对俄罗斯实力所做出的一个判断。乌克兰没有条件让俄罗斯以失败收场，这样整个全球战略格局对中国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第四，即使中方愿意调停，也不清楚中方会给谈判桌带来什么，能够让俄罗斯接受且不疏远莫斯科。这个也好理解，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俄乌双方就算中国斡旋也无法解决当事国所面临的难题。陆克文被称为中国通，他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一些道理，但是并没有说出关键的原因。中国之所以目前不参与调停俄乌冲突，最关键的原因恐怕有这么几条：一，中国不是当事国，调停对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好处，调停需要发挥影响力，也要付出一定代价。由美国推动北约东扩所带来的战争，应该由西方国家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或者直接与俄罗斯协商解决，而不是把责任甩给中国。在美国对中国没有做出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我们保持中立的立场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第二，现阶段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强迫普京放弃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罗斯是一个对自己安全利益非常看重的国家，在没有解决核心利益问题之前，中国也不可能替俄罗斯去做主，或者对俄罗斯施压，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外交政治负担。第三，保持中立原本就是国际社会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中国的态度具有领导意义。现在保持中立的还包括原金砖国家的印度、南非、巴西以及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差不多40个国家。中国在俄乌冲突中选择中立，原本就是中国保持国家影响的重要方式。总体来看，
现在介入调停俄乌冲突，西方玩道德绑架，解决不了问题。由北约东扩带来的战争，最后还得由美国和北约自己介入去解决，或者由当事国直接谈判来解决。中国人只需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就是最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